视频开前，祝各位2024年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梁夏，不是梁虾。在新年佳节呢，原神海灯节活动自选一只璃月4星角色，有不少萌新玩家问我推荐选哪个呢？那么这一视频呢，给大家点评一下各角色现状啊。最后给出一个选取建议，有帮助的话，希望可以点赞支持一下，自己一个硬币10经验，同视频对转发群众比较大，帮忙转发一下吧，不用真的转发退回来就行了，同时有经验拿，谢谢。活动期间呢，只要800点节庆热度就可以从璃月4星当中选取一只。第一位佳明，最近刚推出的4星火系大剑输出角色，在灵命情况下就已经超越了大部分的4星输出角色了，成为当前版本热门的4星输出角色，非常适合萌新开荒使用啊。如果你卡池没有抽取，那么选择一只灵命佳明作为过渡是没问题的。如果你是后期玩家，只推荐差一只就满命情况去考虑选取啊。6命佳明呢，不仅提供高额双爆，还有范围伤害，这种情况下呢，超越了不少老牌的5星角色是完全没问题的。因为佳明自身有下落输出，也不是必须绑定闲云啦。没有闲云的玩家可以使用望叶砂糖角色来减抗，也是非常不错的啊。第二位瑶瑶，没记错好像是去年海灯节时候推出的吧，4星草系长香治疗角色，作为白族的下位选择呢，自身在治疗方面还是非常足够使用的。挂草方面相比其他角色来说只是勉强而已啊，一般在草型9队伍或者逆战犯队伍提供挂草治疗来使用的。命座方面主要提升瑶瑶的治疗量，但是灵命情况下呢，瑶瑶奶妈是完全没问题的，除非你其他角色都自变了，命座都选了哦，不然不太推荐考虑去选择。第3位香菱，作为开服老牌4星啊，香菱的强度毋庸置疑。虽然它作为一个4星火系后台副 C， 练度足够情况下，鱼叉就能轻打出4到5万的伤害，甚至更高。就算作为战场的输出角色也毫不逊色。当然，这要建立在4命的情况下，也是香菱最重要的命座了。从原本10秒大招有了4命之后，可以变成14秒，挂火、输出、充能循环以及输出轴都是大幅优化了。推荐差一只的玩家强烈推荐去选取。至于5到6命对自己提升非常小，因为6命香菱大招是吃不到的，香菱大招属于锁面榜的。如果你使用战技再开大招，那么战技可以吃到火伤的加成，所以6命香菱一般都会优先释放战技了，来提升过8的伤害以及触发1命的金火抗。怕萌新不了解，这里说一下啊。第4位北斗，同样作为老牌4星啊，也是一名后台副 C 角色为主的，当然自身给主 C 角色啊。如果作为输出的话，北斗可以依靠战技弹反打出高额伤害；如果是副 C， 依靠大招持续造成雷伤。北斗强度在4星当中算是比较高了，那为什么香菱和北斗强度以及定位差不多，用的人数也是比较少呢？那主要有2点呢，一点是香菱强度和班尼特有着非常大的关系，香菱不带班尼特一般是很差的一个情况啊。第2点，挂雷接制没有香菱风火轮范围那么优秀。不过就算这样啊，北斗在目前版本作为副 C 最适合就草型9的队伍了。不仅双雷提供共鸣，让行丘充能降低，还能让草神频繁触发战技的伤害。同时北斗提供减伤看打断，配合行丘减伤看打断，直接霸体。以及北斗还有后台输出啊，这也是性价比强度最高的草型9了吧。当然如果你的北斗没有2命，在对群输出方面比较一般了，这时候就可以考虑北斗一个命座方面的了。第5位水神行丘，开服4星战神啊，被很多玩家称为6星水神，因为自身占有非常高的输出，同时兼顾非常优秀的辅助能力，挂水、破盾、减伤、看打断、回血等等方面，最主要还是挂水方面非常的强啊。只考虑机制上，总体还是要比隔壁火神班尼特强度高点的。可以说6星水神这个称号可不是浪得虚名的哦。而且配对方面也是非常万金油，在命座方面1到6命都是输出提升比较大的角色啊，所以可能有不少玩家发现灵命、行丘、草型9和高命的差距很大。因为行丘高命命座不仅可以提供挂水、输出、减水抗、充能，不过6命最重要啊，提高输出同时还能大幅度提高充能回转，属于抽到几命都是赚的情况啊。而且行丘不管是前期还是后期都是非常强烈推荐培养的角色啊，不管哪个时期都非常好用的一名角色了。而且行丘同时还能在活动中获取新皮肤，而且和北斗是同一个 CV 的，以及关联到新皮肤有点像水神衣服，不仅让我直呼说兄弟你好香啊。
第6位宁光4星输入角色，开服被很多玩家称为4星战神啊。随着版本的更新，机制上以及总体输出量已经比不过4星的诺艾尔了。不过因为自身是法器角色，同时大能量要求比较低啊，第1命辅助可以搭配讨龙，配合延续角色。如果来到6命的情况，可以堆输出，可以作为数签输出来使用。考虑到强度以及适配性啊，可以搭配纳尔维亚的双火双炎，强度也是非常 OK 的。考虑到命座的性价比，在目前版本命座方面不推荐去选取了。第7位重云，作为开服时期国家队的角色之一啊，随着雷神的到来之后，逐渐淡出了视野。能 C 能辅呢，但是在各方面都给的比较保守。辅助方面，战绩可以给队伍提供一些兵附着，打出各种反应。打到6命的时候才比较推荐去当输出吧。开荒时期搭配凯亚、芭芭拉的低配涌动表现还可以啊。考虑总体强度，不是很推荐去选取这名角色了。第8位更加冷门的4星火系大剑输出角色，自身属于物理和火元素的混伤角色，又需要防御力又需要攻击力，双爆也要，说白了就是一名比较雨露均沾的角色啊。强度总体来说不高吧，这个只能看自己的 XP 来选择培养就可以了。第9位云锦，一位4星普攻增伤角色，主流搭配为消攻为主的，当然还有灵人以及女仆啦。但是对于女仆总体提升不大，而且搭配女仆的话就不能重击来输出了。虽然说云锦的命座提升还不错吧，但是也是属于不重要的程度了。最后一个4星法器火 C， 凭借着手感和体感比较不错的情况，被很多玩家称为最强4星火 C。但是随着佳明的到来之后，燕飞就显得比较强度保守了。毕竟是早期设计的角色，在命座方面也是比较关键吧，没有高命的情况下也比较平庸。总的来说呢，这次礼乐4星自选方面可以从佳明、香菱、北斗、行秋其中进行选择。考虑到强度保值度吧，没有行秋那肯定优先行秋了。首选4名香菱，再其次行秋命座，再然后根据情况选取佳明，最后是北斗的2命。相信如果你是老玩家的话，那么香菱行秋的命座基本都满命了吧，这时候就无脑选择佳明就可以了。不知道各位最后选了谁呢？可以投个票让我看看吗？好了，以上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视频最后祝各位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新的一年快快乐乐，身体健康，恭喜发财，抽卡不玩，玩得开心。我是梁夏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各位拜拜。